好，新北市长蓝白终于结束他的民调啊，推出李四川。那黄国昌是很有风度的哈。照理讲，他们本来讲是不公布民调，公布结果输的人总是比较尴尬一点嘛，所以大家都不讲啊。然后对外面讲，怎么只差一点点，只差一点点，对。但黄国昌看了这个民调以后，他也是昨天才看到，他说要公布，哦，他要公布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前一阵子《美丽岛电子报》做的民调，说李四川只赢1%以后，大概最近这2个礼拜都说李四川危险，但也好，因为候选人觉得危险会比较紧张嘛。但是呢，也难免对信心跟士气会打击。搞了半天，原来都赢那么多，怎么现在只差1个百分点呢？啊，所以呢，黄国昌认为说应该把这个民调公布出来，而且这个民调因为做得非常细，我告诉你，现在做民调非常困难，而且非常昂贵，尤其手机。手机它现在是7成市话，3成手机，因为你假设打到家里电话，假到家里的家户电话，有几个年轻人接电话？你告诉我，有几个年轻人接？所以诈骗为什么喜欢打到家庭电话？都是年纪大的人在接，他在家里接电话，有20岁接电话吗？有25岁接电话吗？大概不容易。手机就比较容易，但是手机是要打到手机，我在开车，手机我在运动，手机我在这个我在那个，对不起，我不回答你。所以。丁廷宇、盖洛普以前的专家告诉我，他们曾经打了1天找一个很有经验的访员，不是新手啊，打了1天打手机，1通电话都没做成，1通访员是要发钱的，打电话是要电话费的，就知道有手机多困难。所以这次民调他们做了5天，照理民调干嘛做5天呢？就是做不到嘛，而且它是分层抽样。什么叫分层抽样？就是说，假定说新北市20岁到30岁的。假定20岁、30岁占15%好了，好，那这300万人、400多万人里面300万选民，15%就是45万。那你的抽的比例，你只要抽1200点，你那个抽的20到30岁可能就要200点，你要符合人口的比例，这可难啦，抽不到就要抽到为止啊。那怎么办呢？就要不断的打，一直要把你打到为止啊。那问卷设计也不能太复杂，他也不回答你了。但是呢，这个抽样是非常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的。之前那个台北市松山信义记得吗？一个民调公司抽了2万点才打通600通，所以再延，本来6点半开始打，5点半开始打，才勉强把那个份数凑够。所以现在民调非常困难。所以这次的民调他们做的非常扎实而且呢。那以前，那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打1000通电话，20岁的只有10个，怎么不到100个，怎么呢？乘10倍，就这10个人他的意见就代表加10倍，那会准吗？不会准嘛。所以这次为什么一定要实际上抽到分层抽样抽到，到底在这个地方，而且手机占3成。所以黄国昌认为说，这么扎实的民调，没有一个民调公司能够做成这样子，所以要公布啊。那公布的结果呢？它有2个公司，一个叫 A 公司，一个叫 B 公司。A 公司呢，李四川34对苏巧慧的28.5，赢了5.5%。然后这个 A 公司呢，黄国昌跟苏巧慧，黄国昌输了，输了这个2.4%了，我看3.2%，是不是3.2%？然后呢，另外一个民调，这个李四川跟苏巧慧赢得更多，36.3比24.5，赢了这个11.8%。那黄国昌也赢苏巧慧呢，但赢的比较少，只赢1.6个百分点哈。所以呢，这2个民调一出来，当然都是李四川赢嘛所以黄国昌也很有风度，立刻就是支持这个李四川等等那这个民调当然也让，当然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国民党这种民调，虽然他没有公布时间，因为他们怕别人来捣乱来灌票，但其实看起来也没有了那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民调做出来以后，那。李四川跟黄国昌都认为说，大家会比较有信心，候选人跟他支持者，觉得赢得有一个距离了但是也不能自满因为这次新北的选举，我觉得的确是很紧绷的那黄国昌说这是最严谨的而且是用5天分层抽样那黄国昌主动同意公布民调数字，所以很有风度那另外呢，国民党发言人江一珍新北市议员说，关键还在年轻人因为大家很好奇。手机怎么李四川会赢？大家觉得手机照理讲，年轻人怎么会支持李四川呢？新北的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独到的看法。那到底新北是不是变成1打1、1打2、2打1、2打2？李四川说，黄国昌一定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这个李四川那天在我这边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现在1打2是呢
这个苏巧慧跟他爸爸苏贞昌。那现在黄国昌进来的时候变成2打2哦，黄国昌加李四川对苏巧慧跟苏贞昌啊。黄国昌说：“我跟民主党会全力以赴啊，来帮这个李四川辅选哈。那所以呢，蒋万安也会来帮李四川来抢攻年轻选票。我们看一下。”李四川，动算！蓝白新北上民调最终由国民党的李四川出现，不过原先说好不公布民调数字，双方见面讨论后大转弯，决定公开，让记者会现场幕僚赶紧借投影机场布。所有的政策我都会纳入民众党所提的这一些议员的这一个候选人。我一定会比照跟国民党的候选人一样，是能够极大化。是我主动提出的，都是我个人努力不够，包括我个人，包括台湾民众党，一定都会全力辅选。不过这回民调透过川昌跟苏巧慧互比，第一份李四川以34%赢过苏巧慧，黄国昌以28.1%输苏巧慧的31.3%，第二份李四川36.3%，黄国昌28.3%，两人民调都领先苏巧慧。那黄国昌的下一步是否会进入蓝营竞选团队？李四川倒是透露，未来若当选，定会延揽入市府。国昌主席他现在是主席。年底他一定是全国辅选。如果假设年底有当选，对于民众党所有的人才，也会努力来延揽。我现在的竞选总部，我接下来会除了成为6位议员的联合竞选总部之外，也会成为川博那边的后援会。最佳男主角定于一尊就让川博来做决定。不过对手苏巧慧继续酸自己是有活力创意的团队。我会继续与我这个有活力、有创意又有执行力的团队，争取为新北市民做更多事的机会。不管是1对1或1对2，或是他有多少人，我只有全力以赴。那国昌主席一定是我最好的战友。如今黄国昌华丽退场，就看未来怎么合作，让这场新北大战能打出2打2气势。那边有新北市议员怎么看？这个民调其实我先不去讲说它的这个真实性但的确现在做民调超级困难。好，所以刚刚讲那个分层式，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民进党刚过完这个初选民调的时候，我必须讲，其实拒听率比例超级高哈，所以现在我都很担心，就是这些民调出来的结果到底能不能反映真实的民意，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仔细看刚刚那个数据来看，我觉得黄国昌不能说华丽退场，但是的确他就是知难而退，因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不想投黄国昌的人，的确会跑去投苏巧慧。这个其实是出现在李四川的这个民调差距那里拉开，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到时候川博可能要好好去想一下，就是到底黄国昌在他的团队里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就我所知，现在在民众党提的6个议员里面，并不是有跟国民党有全部谈好有整合的情况，这个可能会在后续的辅选上或是助选上可能会有一些尴尬的点。那其实我并不清楚他们要怎么去处理，但的确就是说，现在我们自己的感受，其实上礼拜我才有一个场合，就是川博有来，那他当然他的进场，然后很多人会觉得他的做法比较传统啦，那跟他的外表跟他的整个风格，会让大家觉得符合大家的预期，可是这个符合的预期，并不是往好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说，一个市长带给市民想要的愿景啊、未来啊，或者说这种突破性。那当然，他去营造出他的优势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很多新北市的议员们，就是蓝营的这些朋友们换上了新装，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了哈。但提出来的，又是局限在一个工程的专业这一点，我是觉得这个可能不见得是市民会那么只重视的一块项目，毕竟整个新北市真的超级大哈，400万人口就是台湾第一大的地方，要关心的议题特别多。结果如果他自己把他的专长限定在说我是一个工程专业的话，那大家对你其他期待你要怎么去回应？我觉得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要处理的课题啊。小总怎么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李四川他没有悬念了。其实大家也知道，他一定是赢黄国昌。凭良心讲因为这边国民党的那个本来就比较大。李四川是国民党这些年来他少数资历这么完整的，他连行政院秘书长都干过，国民党秘书长都干过那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他所有的被肯定了，大家也都知道他的优点。那当然有一些缺点就是说，比如说你如何去突破侯友宜然后侯友宜的过去做的那些，那对他我觉得比较伤的就是国民党在这边执政已经16年了，很容易被讲说是不是过去游青会打赢现在就是换人做看嘛，换人做看嘛，就用那一句就打败了林鸿正以后的国民党
啊，所以这个是会有影响。那我觉得说他必须提出一些比较愿景式的，好，新北就是虽然400多万人口，可是为什么很多东西都不如台北？很多人要到台北去工作，你要提出一个比较愿景式的，那这愿景式就觉得说，如果新北让我来做，会跟过去有哪一些不一样啊？当然，新北这些年来很多高楼林立啦，或很多大家看房价就知道，那你总要有一些让大家觉得说我来做会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些地方。这个不是否定侯友以后前任的朱立伦，不是。那这李四川这很重要，所以我自己目前在看，我觉得他现在的竞选团队很弱，没有一些比较超强的人，然后对某一些议题没有很快的立即反应，让大家觉得说有一些年轻的创意，这是川博必须要努力加油的。对了，因为他是工程出身嘛，也做过工程部门的主管的，对，所以基本上新北最重要就是建设了。没错，新北各种建设都比台北落后了。但这个也不能怪新北，因为早先的时候中央整个台湾中央政府没钱，所有的那个预算都砸在台北市嘛。甚至你说那时候他跑台北市议会，我当台北市议员，堤防台北市都比较高啊。对，基隆河淡水，这你说这两边，因为怕水泛滥，台北市比较高，因为钱比较多，4层楼，新北就比较台北县比较矮啊，所以水一上来就不淹台北市，淹到台北县去啊。所以你说气不气呢？当然气嘛，对不对？所以建设，那川博在这里他是有他的长处，他就是搞建设的嘛，所以他就要号召，他要把新北建设比台北市更好，看看对不对？那哇，当然不容易了啊，但是至少也是一个号召嘛，而且大家相信他在高雄搞那路平搞多好，对不对？到现在很多人还怀念他嘛，现在再回来。李四川跟新北29区，新北我在选台北县立委的时候是29个乡镇市，那现在乡镇市都变成区，就变成很大，真的很大啊！29区的议员合拍形象照拿着铁锤拼建设就对了。李四川就是铁锤川嘛，什么去什么各地什么试吃啊，什么吃那些东西，真的不要搞那些东西。他的形象，你搞那东西吸引谁呢？你的重点不在那个地方嘛，就是拿着铁锤拼建设然后呢，说有人侧翼说他年纪太大，我年纪大。苏巧慧的爸爸苏贞昌选新北市长比我大2岁，所以年纪大小真的不重要了啊，做事比较重要了啊。那另外呢，青鸟说他太老了，李四川说我已经把辉达留下辉达当时。回答黄仁勋说：“怎么在全世界大家都欢迎我，要回自己的家乡这么困难？因为台湾的法令多如牛毛，公务员又很怕，动辄就被土地，动辄就被戴一个土地帽子。”李四川曾经跟我讲，他是在台北县当副县长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还是在当副市长。他说：“你不要看这些公务员只要被检调约谈一次，很多人从此就非常冷漠了，就没有热情了，就怕成这样子。所以就知道说他能够。”有这么大的魄力做事情，那冒着多大的风险我把辉达留下来，至少辉达留在台北市而且新北将来很多人也到台北市去，到辉达去上班嘛。他说几个桥不是盖好了以后可以直接过去嘛那黄国昌说这个他的总部，他原来在新庄有一个竞选总部，还去过他要做6亿元的竞选，6个议员，他现在在新北你们要提6个议员，提6个市员，而且会做成这个李四川的后援会那另外呢，这个。今天黄国昌跟柯文哲那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党员在前，他们干嘛要募款1000万？那他就说你们都是老，我这是年轻的帅脸吧？他就是减肥瘦很多，肌肉很强壮。他说我这张帅脸对比柯文哲，他算是比较年轻，对不对？我这张帅脸来拜托大家不要一直骂老脸那另外呢，他说他的下一步要守住新北。攻下高雄所以他说他2026他自己真的很想就去选，但是没有办法他既然不能选，有人叫他到彰化去选，他也说不要所以他要全台湾各地辅选。我们看一下，动算议员谁来打？胜出蓝白新北市长民调，国民党士气大振，前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合体小鸡拍定妆照。对不起，胸上。
拍工程风格当然是必须，毕竟这是李四川的个人特色。但和民进党的对手苏巧慧对比，李四川被嫌太老，他举例反酸。苏巧慧应该也很清楚，第一届跟这个他爸爸跟这个侯世兰选的时候，那年纪还大我2岁啊。年纪不是重点，重点是能给市民什么未来。但李四川在这场选战被形容是1打2，对手不止苏巧慧，还有他的老爸苏贞昌，最近更被侧翼 AI 变脸，恰龙恰后，暗指是环保流氓。这个就是你只能尽力去这个辟谣、澄清，去澄清。那除非你还是要跟他一样，这个选战就很弱。你有想，黄国昌退出新北选战当晚就跟柯文哲合体直播，而记者会一改当初说好的不公布民调数字，看来是有小心机，因为其中一份民调就赢苏巧慧。黄国昌透露，这家可是偏绿机构。第2家民调公司，我怎么可能会赢？赢了苏巧慧。我可以跟大家讲，第2家民调公司，是民进党他们在做初选民调的时候。他们有筛选民调公司哦，那个是入围民进党要做初选民调的其中一家民调公司。2颗太阳合体直播，前面聊40分钟，都只是前菜，重点是要募款1000万元。这样最起码这些议员的参选人可以去支付选战上面的需要。那真守住新北，攻下高雄。非常谢谢黄国昌主席啊！我也在时间上早上也跟他传了一个 line， 因为他昨天实在是太多人要跟他沟通了。我跟他说，真正的英雄，然后也希望在高雄的时候能够有他的相助。他说绝对没有问题，一个 line 就绝对会来力挺啊！所以我非常的谢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他不断的认为说高雄是很有机会的啊。那重点就是来自于公布这个民调，我觉得对黄主席来说也是相当还他一个公道。你看从他就要说要选的时候，你看多少人在唱衰，民进党根本完全是锁定他往死里去打，然后所公布的这些民调当中永远都是距离很遥远，然后就开始选一条龙的方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严谨的用分层的方法来做抽样，然后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证明你看它里面跟所有其他2个候选人其实差距都不大。这差距不大里面表示在新北里面认同他、认可他的，远比被酸民这样去酸的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证明他是有他的一个实力跟一个市场的。那我想未来真的是，我想刚刚秉佑有特别提到，跟6席的这个议员到底怎么样来做一个整合，这也是在我们国民党地方当中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的议员都是足额，比如说我的凤山有4席，那民众党要多1席来，那这4席里面，如果他是1席来，我们要怎么样来保住我们既有议员，又要帮你去站台，这对所有的足额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来说的话，我想蓝白绝对要合，但是这个合的在议员的层面上说，我想我们还有很大的讨论的空间。然后就是欢迎，不管是柯 P 或是我们黄主席都来高雄，我们金价都欢迎您打个这回来。来，徐博副秘书长。好，这个国昌主席其实应该这样讲，他说他真的很想在2026有一个战场，努力的奋战这件事情。其实不管他在媒体跟在之前私底下对我们讲的时候，他都讲过。可是他已经有一个，可是我们已经承诺我们是合作的，绝对不会变卦。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去洗他说什么伪君子啊或什么，我觉得很多标签，在我看来，他始终如一的人，就像是反霸的那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全力帮国民党反霸这一局，那个就是付出全力，人家那个没有第2句话。所以这次合作也是。包括到昨天晚上，其实昨天公布之后，昨天晚上他的竞选总部就已经在改装了。已经开始在动了，就是变成说，不管是川普的后援会啊，或是小鸡的进总等等，尽管我们的一起奋战新北的同事，其实昨天有人也是还因为有付出努力嘛，就难过的哭了，他还去世雅也去安慰他说，没关系，这一战我们还是继续的努力。他现在的角色当然就是全国的教父这样子的状况。那我觉得在新北也是跟川博有一个互补啦，因为川博是工程师出身嘛，那个国昌老师是律师嘛，一个负责陆战，一个负责空战。那另外呢，一个有经验，一个有创意。像我们昨天在看那个网络上现在洗2波嘛，一个叫黄国昌选到底啊，就是说你们不敢啊，你要选到底。因为他们很怕蓝白合作起来那个凝聚力，其实那会外扩的。那另外一个故意去洗川博说啊，你这个很老啊。我们昨天其实我们自己私底下在开玩笑，其实川博就将计就计，昨天应该
邀请工作人员就去老四川，大家去吃火锅，开直播，比吃辣哦，看谁能吃最辣。川是老的辣，你看这个对，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我觉得以后都可以互相交流合作，这大家就会吸引到注意啊。就是人家贴给你的标签，其实不用太在意，我觉得反而反其道而行。我蛮看好新北这一局，虽然苏巧慧的确很强，我觉得她的行销能力也很强。可是如果我们在示范出来说，两个政党紧密的合作，为了新北延续这样子一个政权的话，我觉得那个外扩效应会扩到全国的。研究。我听说卢秀燕市长之前叫卢妈妈，一开始她也不太高兴，但是卢妈妈给台中市市民很多的安全感，所以这个徐府刚刚说的没有错。蓝白的合作，事实上从我们这一届当立法委员开始，无论是在正副院长的，还有在议题上的交流，还有包括在大罢免，其实都已经有很好的合作基础。这一次蓝白合在提名县市首长的部分，无论是政党的协议、选举的民调，包括后续喊出的联合政府，我觉得两党之间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合作模式哦，所以我觉得后续的合作不需要太多的担心。不管是民众党的议员也好，或者国民党的议员，其实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市场，因为这毕竟是多席次的选举。以前的台北市，张大哥也有新党啊，也有亲民党，其实台北市长只要是国民党的人选，市长都可以站台，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哦。那我觉得整体比较重要是刚才秉佑提到说，李四川太老，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市长是全方位的。柯志恩在文化教育很熟，只要他工程找到一个很棒的副市长就够了，没有一个人是全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包括蒋万安喊出来的营养午餐。这个 idea 不是其他人想的，就是李世川想。你去问你们王孝伟议员，他就知道是李世川出来去做处理的。所以我觉得，包括过去在韩国瑜的团队也好，过去在蒋万安的团队也好，我们都看到李世川的许多不同用人的能力，包括公务员应该有的肩膀，包括对人的热情跟讲义气。那工程我就不用再多说了。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是我们台湾最好的，从公务员人才。然后愿意出来扛这样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好好爱惜。不管他是老 Coco 也好，他只要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大家都会有机会支持他。大家其实只看他工程方面的能力，其实他是很有魄力的。对哦，他是很有魄力的。我有几件事情跟他交涉，我觉得说他敢负责，很多公务员是不敢负责的。最好推，他没有一肩扛起，这点我是蛮佩服他的。需要再回来。好，看来民进党可能台北市长提名就是沈伯洋，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他哈，他把头发也剪短了哈，造型也改变了哈，而且他说呢，你蒋万安哦，从之前呢郝龙斌啊、马英九啊，这双城论坛就台北、上海嘛，我不要取消，上海论什么谈？无限城论坛哦，台北市要格调，老是只是跟上海要格调，我们跟巴黎、跟纽约、跟洛杉矶哦，跟很多城市无限城论坛哦。那另外呢，这个网红就说哦，饼画到宇宙了，那高雄为什么不先办呢？你高雄是民进党执政，高雄可以办个无限城论坛啊，为什么不办呢？啊，蒋万安说这个无限城论坛就鬼王无产大本营哦，鬼灭之刃哦，这个里面呢，这个鬼王无产的大本营哦，所以蒋万安还不错，立刻知道哦到底什么东西啊。那另外呢，这个蓝营说啊，你怎么样都不懂市政啊，哦，所以沈伯洋说无限万安论坛。无限城市，他反正现在对沈伯洋都是无限啊。台北国际论坛的最重要不是我要不要参加，重点是整体市民要不要参加。问题是市民怎么可能参加？当然是市长代表去参加嘛啊。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到民进党市党部替新人打气，议员呢很多新的议员打气啊。那看起来大概就是他以就是准市长的身份了啊，准市长候选人的身份了啊。那另外呢，王世坚接到沈伯洋说要拜会基层。王世坚赞，对市政有独到的见解。王世坚只要不是他都讲人家赞。他之前提了6个人，你记得吗？就这6个都比他适合哦。那6个没有沈伯洋，现在又个沈伯洋，哇，太赞啊！那另外呢，这个王世坚说沈伯洋的起手是从头开始，从头嘛哦，说对蒋万安是最强的挑战者哦。那另外呢，蒋万安说。
这个沈伯洋营造人设要选台北市，蒋万安说民进党典型选战操作。哦，什么剪头发啦，这个把自己打扮成这样的，一下又像这个裴勇俊啊，一下像反正像来像一大堆了，木村拓哉等等，哦，就是人设，就是呢，蒋万安是说这是民进党的典型的选战操作，那本来就是选战嘛，我们看一下。日前接受专访，沈伯洋用人气动漫《葬送的芙莉莲》金句“敌人很强，你就不战斗吗”展现参选斗志。另也认为台北不该要双城论坛，而是跟多个城市合作打造无限城论坛。其实我们台北市已经连续2年举办台北国际城市论坛，邀请全世界各主要城市的首长来分享城市治理经验。我们提供一个全球城市交流的平台，深化国际的合作。所以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欢迎沈伯洋委员可以来我们的台北国际城市论坛，听听各国主要城市首长们分享城市自己的经验。无限城也可以是闪灵2人组的，对对哈，所以这个梗其实有很多了。小董跑过市政府、市议会这么多年的新闻，来看看。因为沈伯洋当然千呼万唤始出来，我相信如果在台北选举啊，沈伯洋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给人家在大罢免青鸟那种印象太深刻了。那他立委当不到2年，每天都在抗中保台嘛，其实这不是台北市民喜欢的。所以依照这几年的选举情况来看啊，就是中性选民是很重要，沈伯洋要拿到中性选民的票比较困难。那所以如果民进党说他是最佳王牌，如同苏巧慧所讲，那为什么搞到现在都还不提名？哦，如果是这么好的人呢，这台湾本岛几乎都提名光了，为什么只有这个不提名？我相信民进党的选策会自己也在考量，这个人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住基本盘？哦，他想的是基本盘，基本盘如果保住的话，民进党在台北市议会61席立委，他只提名25个，连半数都没有。所以他们想到就是说，沈伯洋即使当选不了，至少要保住议员，哦，现任的这个席次可以有25席左右啊，那这个是一定这样考量。那沈伯洋因为他现在因为刚刚大家都在吹捧他，哦，那他有些对市政的不熟悉是非常清楚的，哦，他讲的那些东西其实都让他觉得说你根本是完全不熟悉，你来这边是来插话的嘛，那对他来讲当然会有伤害。所以我觉得说，民进党如果真的已经确定沈伯洋，赶快找人去跟他上课，教他什么台北市政有哪些问题，一定可以找出一些东西要改善的。那今天沈伯洋自己当然发现说，大家都吹捧我很高兴啊。所以各位朋友，你可以看这2个礼拜那时候大罢免大失败。那一批青鸟又回来了，对不对？大家又开始，他们连吴思瑶都被出征，因为你怎么可以吃酸辣粉？你背叛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青鸟真的又回来了，所以他们去那个台北的天桥去抗议，台北老鼠很多，蒋万安要负责。有一个中山区的时候，我妈妈在家里都被老鼠咬，蒋万安要负责。大家可以看到，青鸟那个味道也回来了。那这样回来的氛围，我觉得很好，选举非常的热闹。不管多么无厘头，有话题就好。你就有当过市议员，沈伯洋的母鸡效应会不会踩死小鸡？这个是我最近在地方上很多议员在讨论，因为背后包括青鸟也好，包括赖总统的团结时奖也好，还有曹兴诚这个都是很多的变数，从头改变到脚，当然，话题噱头十足，但是不要忘记，台北市民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很有内涵的。那后续这么多场辩论当中还有包括对市政的破坏，台北市是一个很成熟的城市。我们以前都想说，哎呀，台北市长还可以做什么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但是蒋万安他就是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有限把它变成无限，包括过去大家都说，内科的交通没有办法解决，他不仅是让内科的交通动起来，而且他还把内湖的交通做了几个匝道的后续的处理，包括把都更很重视的都更5件齐发、7件齐发。他都在做，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他可以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当然，沈伯洋过去在立法院话题非常多，但是身为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他的格局跟高度绝对不是只是剪头发、炒噱头，他必须要真正提出台北市你可以改变什么，否则是带不起小鸡，恐怕会变成是踩死小鸡的母鸡。
我个人反而有不一样的看法哦，我真的觉得沈伯洋没有那么弱，原因很简单，我比较担心是这次的选战当中哦，让我们社会的分裂哦，会因为这一次的北部沈伯洋的出现，而让非常多的人因此跟他的家长之间又开始陷入了另外一个我们认为说世代上面的一个决裂。沈伯洋，你看他短短的从他被提名当选到立法院不到这2年的时间，你看他的声量，还有包括在年轻人里面对他的吹捧，还有包括他这次出来每个人对他的部分，那不能只是说一个神话，那是代表有一群人的一个出口，完全是期待在沈伯洋的身上。所以大家选过举人都知道，很多人绝对不是靠除了韩国瑜那一句话经典的话的这个东西会造成大家对政策里面有一些的想法之外，你现在问我们说4年前黄珊珊讲完跟陈时中他的政策哪个东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没。所以说你说完全是因为沈伯洋不懂得台北市政，然后呢就觉得在这一次当中大家会觉得拖垮，没有，这次搞不好就是因为他不熟，所以他完全用他那一套的认知的方法，用一个所谓的认知策略，或者是再重新让大家带动起来对于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对年轻人的渲染力，我觉得那个是国民党应该要非常的警惕的。所以沈伯洋这次出来，不过就是在完全再是稳住，不管你认为是青鸟，或者是他认为台湾本土意识形态的那一些人呢，再一次的集结。而那一次的集结里面，说实在的，能够把我们的社会完全不讨论到一个政策，完全不讨论这个部分，只是2极端的人不断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话，让我们中间选民必须要承受到11月底的时候都要这样的一个程序。沈伯洋或许不会赢，但他绝对扰乱全台北市，甚至世代之间更多的一个嫌隙，甚至我们在这个国土认同，或者是在我们跟对岸之间的一个观念上，绝对有办法激起一番风雪，而这都不是我们在地方选举里面我们所乐于看到的。蔡朋友哈，那因为双北是共同生活圈嘛，对，那所以台北市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候选人也会影响到新北市的市议员，你们怎么看？我觉得就是刚刚2位讲的那个推理都非常合理了哈，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台北市长难产，就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难产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早就在讲说，民进党要推出来的人选，他最后还是要去回应台北市民的期待，就选市长这件事情的期待还是很重要，毕竟我们大家都是成熟的政党，我不会去随便端个菜说啊他特别辣，所以我今天你一定有一小群人的喜欢，我们就来这样子卖哈。还是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去应对真正的一般中间选民的大部分的群众所期待的那个样貌。所以，即便今天他真的假设他有提名的话，我想很多的前辈都在提这个啊，不要讲抗中保台，多讲市政，多讲什么，那他也慢慢在他其实也在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像现在他出场的时候，当然他还是有去提说啊，我做国防外交委员会，我必须再继续职责，我就去谈这个部分。那但是在市政的部分，如果人家有不同的看法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来听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了。我们也很不希望就是说到最后，因为选举完大家又很对立、很冲突，这个其实是没有人去想要这样，因为大家都会受伤。好，所以就新北市的这个部分来说，当然也有很多人去提说啊，这个沈伯洋的效应会外溢到新北市，让我们好像看起来很有优势的选举会有会有很多的变数。但我是还是这样看了，就是选举还有一段时间了哈。那苏巧慧刚好跟沈伯洋也有一些很特别的姻缘，就他们曾经是 UPenn 对 UPenn 的这个前后的不是学姐学妹学弟。那在这个默契上，其实我们自己在总部里面去谈的时候，事实上是一开始大家不希望沈伯洋选台北市长，那个心情是他觉得他在党内台湾他做2年的立法委员，他的声量很高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他是扛了很多困难议题、矛盾议题的那个挡箭牌。所以他声量爆高，但不见得是他个人所期待。那所以你再把他丢出来之后，在市长的议题攻防上，他可能要去背负更多的这个他其实并不自己觉得应该要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点腾起的感觉。但现在既然如果说有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话，事实上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默契去谈双城的。我们讲的双城当然不是台北上海，而是台北跟新北这么大的一个生活圈。我们讲北北基桃生活圈里面本来就有很多议题要去联动。那我们也不希望说啊，台北的市民跟新北市民有这种落差的感觉的时候，事实上2个有默契，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经验的可以互补的这个市长一起来竞争的时候，我竞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组合了。徐普，你要选台北市议员怎么看？其实沈伯洋你看他的起手式，他什么像木村拓哉啦，像什么张孝全，像什么等等，某一种程度来反映
他的面目对人民是模糊的，所以你说啊，他有时候像这个，有时候像这个，因为大家在这2、3年看到，在民进党或者在立法院里面，他常常的他的主题就是抗中保台。那可是对台北市民，我如果要选一个台北市长的时候，他到底可以带给市民什么的时候，这个面目很模糊，所以他只能开头用这种各种偶像明星去洗。可是我觉得过去大家在讲说，一个政治人物最怕的不是被骂，是被笑。可是我现在看起来沈伯洋有一种这样子的，就是当然他的这个所谓的青鸟族群们很自嗨，可是在旁边的人也会推波助澜的时候，是别人是用另外一种心情去看，怎么这么好笑的？你们自己被笑不自觉这样子。我觉得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他可能会步上陈时中的后尘。就在2022年，大家最记得陈时中，第一个是对空鸣枪的这个干杯敬酒，第二个就是他跟四叉猫在这个所谓的偷窥狂在看马桶的这样子的状况。如果一旦被弄上这个印象的时候，沈伯洋他即便他过去他后面他会有什么样民生的论述的时候，我觉得都会被盖掉。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今天重要媒体的头版都是花生，零关税，美国要进来了哦。那我们农业部啊什么的，美国花生不好吃的什么乱讲。你吃过美国花生吗？你吃过Virginia的花生吗？好吃的不得了，又大颗又香又好吃。你吃过美国的 peanut butter 吗？番茄那个花生酱吗？蘸在面包上就好吃，乱讲一通，什么不好？而且它一公斤就50块，45到50，台湾1公斤可能要120、150。怎么这么竞争？哦，所以农民很惨呐，对不对？农民因为台湾小农啊，本来就是精耕嘛，那这种情况它的成本一定高嘛。你这样就零关税、无条件开放，什么美猪啊、美牛啊、马铃薯啊、花生啊，还不知道下次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你谈些什么东西啊，一个透露出来哦，被人家知道哈。所以呢，农业部还是要以价值战取代价格。什么叫价值战？你的价值，台湾花生不错了，黑金刚是不是很像了？人家也不差，然后人家很烂，你不怕？人家并没有差。好，那我们弃守3个防线，配合里面哦，价格关税，配合外面啊，另外呢，特别防卫措施哦，它有这个吨数的5230公吨以下，12290.2公吨，然后以上哦，到底是怎样？关税是怎样哦？这个64块，关税25%都不太一样。然后呢，人家1公斤50块，45到50，我们1公斤可能将近100、120哦。云林虎尾的脱壳花生为例，1公斤120块啊。所以呢，农业部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要推台湾唯一品牌，你没有办法，都乱扯。什么叫台湾唯一品牌？你知道花生什么牌？台湾唯一，那是怎样？那台湾唯一是怎样？哦，那台湾比较贵，比美国进口贵1倍、贵2倍、贵3倍。台湾唯一，要用这个迎战，你这个怎么迎战呢？你那个门就要把好，你门不把好，你在后面就很累嘛。哦，那农业部说不会让台湾农民受影响，哦。然后呢，说要推这个私甲交易、集团栽种，哦，然后呢，要破除国内3成土豆农受美国花生冲击的迷思，土豆就偷刀了啊。那另外呢，用美国花生制花生酱，产地标台湾，立委说是不是洗产地？陈俊说符合规定，就是美国的花生做成花生酱，产地是台湾，为什么在台湾磨的？那你这样怎么？你到底是美国还是美国花生台湾制变成这样子啊？那庄瑞雄说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力道的支持哈。那另外呢，民进党说美国花生仅占进口1%，而且主要用在加工哦，所以呢，农业部已经准备好300亿来因应。就是你到底在讲什么？如果他只占1%，根本不在乎嘛，反正也抢不到你台湾的花生嘛，抢的是印度嘛，是巴西嘛，那这样干嘛准备300亿来因应呢？你到底是什么？就表示的确可能会有冲击嘛。对不对？所以呢，它现在占1%，那以后你现在零关税，它就不是1%了嘛？你在讲什么？哦，张家俊立委说呢，不可小看后续的冲击，他云林选出来立委很担心啊。我们看一下。
农民免于这样的一个烘干，还有相关的集团栽培。这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嘛，他已经卖不出去了，你还在帮他烘干，烘干了要卖谁？台湾的农业没有那么脆弱，台湾农业是有韧性的部分。面对美国花生将零关税进口台湾，农业县市的立委非常着急，对农业部策略施夹收购满疑问，不只担忧牺牲农民权益，现在还有洗产地疑虑。他进口来之后，他在台湾加工，他就变成 Made in Taiwan， 这才是真正的洗产地。我告诉你，那个叫做实质转型。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实质转型是不是洗产地？我想不能用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才是你要重视的。支持台美贸易协定，先前才爆发发芽马铃薯之乱，现在美国花生进口，农业部虽打预防针，说只占总进口量不到1%，但连自家民进党团都不挺，认为吃习惯以后不会只进口1%。但怎么可能不冲击到我们的花生农呢？不能一个政策让农民自行去承担那个风险，绝对不会，不可以。口号之国，不可以技术性的跪下。但最忧心的莫过于花生农占台湾90%花生种植的花生大县。云林县长张丽善就批评农业部真的是内行人说外行话，收入都受到很严重的这个冲击啊！整个国家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啊，等于就是不要叫农民啊继续种植下去。可以改行吗？农民可以改做什么呢？身为农业县的县市首长，用这样的话去唱衰台湾农业。我其实不是很认同，那农业的议题不应该当作被政治操作的一个议题。这2引发的农业部风波，恐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好，在美国的压迫之下，我们牺牲农民也弃守食安哦，答应人家投资2500亿美金，再加2500亿美金，然后美猪、美牛、美国马铃薯、美国花生，还一大堆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汽车也可能到时候这个整个市场都弃守，会变成这样子哈。来，小董，我们跟美国的贸易谈判时候很成功，现在发现说很多东西就一件一件爆出来，那最受影响当然最传统产业的农民啊，大家可以看到。2021年我们吃了美猪，1月1号开始吃，现在吃了5年半，民进党告诉我们可以加入很多国际组织，结果没有啊！美国从来没有在任何国际场合说这个组织让台湾加入好不好？从来一次都没有。相反的，美国也推出了66个国民组织，都在骗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台湾最脆弱的农业，它在整个中美谈判里面，我们是做了很大的牺牲啊！不止这样，上个礼拜谈马铃薯，这个礼拜谈花生，其实下来肉农的牛奶，它一定是受影响嘛。那还有哪一些东西，请政府第一次告诉我们？我觉得一件接一件来，对农民太大的伤害嘛。就大家想说，我们这个产业有没有？那个产业有没有？那你这个就很残忍。所以我说过去政府在讲说，不要都靠大陆，应该到东南亚。你很多东西要卖去东南亚卖得了吗？水果卖得了，它比你还便宜呀。所以很多东西都在骗。可是这回因为今年是9合1选举，所以民进党现在这些人就开始在那边讲鬼话，说你们现在县市首长不要唱衰台湾，他们没有唱衰啊，是你民进党在执政呢。那你今天去谈出这东西，大家其实都很心知肚明，对不对？过去有ECFA法，很多东西还可以销大陆。在你们有意的导引之下，说应该去销美国，结果美国有关税，我们必须很多东西要做牺牲，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状嘛。来，朋友，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哈。美国川普总统一上任之后，对全世界发动贸易战，然后全部都用关税来做一个加税来做一个巨大的筹码。事实上是台湾要从这边全身而退，本来就非常的困难。但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产值当中。虽然这样讲，我必须讲很抱歉，但是我们的农业本来相对就是在世界上并不是强势的国家，所以在谈判的里面过程当中，事实上是美国真的在乎的是说，他要卖多少花生跟马铃薯给台湾吗？台湾也吃不了那么多。台湾事实上那个重点并不在我们进口与否，而是消费多少量与否，而是在于说这个公平贸易的精神到底是不是存在？因为台湾过去事实上是我们有很多贸易的壁垒，都是被国际市场所诟病。那现在当然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这个所谓的科技业的这种优势之后，那假设今天我们在所有的这个贸易品项里面一项不让的话，最后
这个会让受损的到底是说台湾的整体经济会因为我们一寸不让，花生不让，马铃薯不让，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吗？还是会因此遭到更大的经济冲击？我觉得这个是必须执政者要思考的啦。没有错啦，我们当初也是让的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也希望在国际的角色上面能够换取一些什么，就像我们刚刚小董所提到的，我们美猪美牛，那我们的 CPTPP 到底现在目前是怎么样？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下文啊。然后重点就是他当初大家认为说谈到15%很好，那15%对我们台湾的受益的这个产业到底目前为止是如何？我只知道我们高雄的螺丝产业，好不好？对不起，他们很喜欢跟232来这个做脱钩，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所以我们的螺丝产业目前为止还是被课50%的关税。那这个部分里面当然要提出来，那这个农业来说的话，好，这个惠台10大政策可以把一些水果在一些正常的状况之下、安全的状况之下销过去。你告诉我们 ，no， 这是有国安的危机，不要这样因为一时的关系，然后让我们这个农民未来会这个血本无归，因为你不能听信对岸的话，要汲取过去的教训。教训的里面，农民自己觉得他们自己是他们赚钱养鱼，他们觉得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条例，有钱的时候尽量来赚，你没有满足到这个地方已经可以预告他过去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惨剧，更不要说现在的弟弟家啊，你就告诉我要限制这个让美国的花生技能，然后零关税，然后你告诉我要有300亿，那300亿在选举的时候你可以拿得出来。问题是零关税一开放，然后呢，美国就是完全长驱直入之外，选举完毕之后，那我这些300亿还有没有？那你到底要怎么补偿？这些都没有说清楚，所以反而是一讲你就说这正式语言，这对农民真是太不公平了啦。以前综艺节目有一种恐怖箱的游戏啊，现在农民跟人民就好像在玩恐怖箱。昨天抓了一个发芽的马铃薯，今天要抓一个花生，那明天又是什么？大家其实都在担心。所以这一次大家会回想到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行政官员拿着一杯真奶说我们出口有为，进口有守。那回头看我们到底守了些什么？好像变得我们一直在让步，一直在让步，一直在退让。而且这次花生除了零关税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放弃了特别防卫措施，也就是说它没有配额的限制，就是你只要有，你就可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我觉得这一些都会反映到年底选举上面，大家会觉得民生被剥夺的感觉。这个真的是面农哦，种花生在台湾的平均这些农民大概将近60岁哈。你如果说叫他辅导转业，我跟你讲，他那些机具、土壤改良，他就觉得说我干脆不要种了。所以农民之前赖清德说快乐